今天开箱是华硕天选413代 i5 13500H RTX 4050 6G 显卡游戏本，屏幕用的是 1080p 144Hz 高色域，青色首发价7499元，黑色我记得便宜200。今年游戏本发布的乱七八糟，12代、13代处理器混用不说，还增加了 HX 系列，做一张表格一目了然。13500H 是 12500H 的小幅升级版，核心数量、功率、3G 缓存没有任何变化，仅提高了 0.2G 的最高睿频，集成显卡频率增加了 0.15G， 内存由 DDR5 4800升级到了5200，照照玩的溜，每年增加一点主频也叫升级，挤了一手好牙膏。13500HX 稍微进行了升级，功率提高到了55瓦，比 13500H 增加了2个性能核， 3G 缓存增加了6兆，显卡频率增加了 0.05G， 执行单元砍了64个，可以理解为 12700H 的阉割版，把上一代的产品下放也能叫升级，真是挖空心思。 AMD 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等于说2022年英特尔的设计师基本上啥也没干。那显卡有没有指望呢？现在我们来开箱。对比去年的外包装，小姐姐腿上华硕下了一番功夫。封口依旧是一次性塑料胶贴，打开，内包装里面没有任何的封口，机器是青色，颜色很好看，分量也不重。A 面是金属材质的，稍微容易沾染纸汗。C 面也是塑料材质的，有形变，稳固性一般。有一说一，颜值做工都还可以，都不错，各个地方都挑不出什么小毛病。单手开合可以，但是我为什么需要单手开合呢？我2只手难道不行吗？这为什么成为一个标准呢？搞不懂。这是最大开合角度，接口还是2个 USB， 一个网口，一个 HDMI， 一个雷电4，一个全功能 Type-C 支持100瓦 PD 充电 RG All-Micro 电源口，一边一个出风口，后面2个出风口。USB 接口还是偏少一些，长宽高厚度都一样，没有必要测，但是重量2140克，重了30克。电源设备是720克，旅行重量2860克，算是非常轻的。电源设备机240瓦两段式设计，彩色发光键盘是个好评，一线品牌里面在这个价位是独有的，漏光现象还好。这个触控板怎么说呢，其实也还好，比如说你按在这里它没有，对吧？但是它也能按得下去。但有时候我盲操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按住了，其实我按的是中间，没。游戏本最基本的性能切换模式它有静音、性能、增强，风扇的转速可以手动，独显智联混合模式、极限模式都有，独显智联需要重启。键盘灯光颜色可以自定义，屏幕也有8个模式可以选择。总的来说，软件的功能性很强。昨晚864版本304，处理器 i5 13500H TDP 45瓦，12核心16千层，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，最高睿频 4.7G， 3G 缓存18兆， RTX 4050 6个G 的显存， AD107 的核心。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的位宽被砍成了96，很尴尬。2560个 CUDI 单元，频率2370，显存三星 GDDR6， 显卡最大功率140瓦，内存三星 GDDR5 4800频率，4800和3200其实差距真的不是很大。读取66000，写入94000，延时纳秒 95.9， 屏幕来自友达 15.6 寸 16:9， 分辨率 1920x1080 144Hz， 100% sRGB 色域。P3 色域的话会显示的色彩度更好一些，这是它色调响应和灰阶。100%的亮度为305尼特， 80%约为235尼特。今年又出个740，搞得我晕头转向。2个硬盘其实一样，速度还可以， PCIe 4.0。 今年所有天选4的机器依旧是 WiFi 6的无线网卡，不太给力啊，其他品牌都已经上 WiFi 6E 了，但这不是大问题。卢拉斯2020版跑分146万，启动处理器66万3，显卡35万7，比3060的版本还是要弱一些。单烤的一瞬间，处理器来到了90瓦，随后降低到了78瓦。单烤经营了30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94度，性能核 4.3G， 能效核 3.3G， CPU 的功率80瓦。现在加入双烤，单烤一共进行了65分钟，现在室内的温度是 20.8度。CPU 的功率在 25.6 瓦，温度75度，性能核 2.2G， 能效核 1.7G。显卡这边的温度是85度，频率
2400，功率135瓦，整机功率大约为160瓦，机身位的噪音不到60分贝。水温适配器的温度是204瓦，43.8度，然后屏下的温度比较高，达到了46度，还是比较烫的。键盘上面的温度还可以，并不怎么烫手。处理器性能方面 ，i5-13500H 比惠普399的 i5-12500H 整体性能上仅提升 5%， 传统的挤牙膏。比天选3的 i7-12700H 单核性能弱 1%， 多核性能弱 15%， 比天选3的 6800H 单核性能强 15%， 多核性能强 3%。打游戏13代 i5 还是比 AMD 有优势的。比天选4的 i9-1390H 单核性能弱了 12%， 多核弱了 22%。毕竟 1390H 的睿频高达 5.4G， 比暗影精灵9 Plus 的 13700HX 单核性能弱 5%， 多核性能弱了 34%。4050终于给到了 6G 显存，不会像3050那样动不动爆显存了。软件跑分上比天选3的3060显卡分别低了 3%， 高 2%， 高 1%， 整体水平基本上差不多。比3070低了 19%、14%、19%， 比3070 Ti 低了 26%、21%、28%。虽然砍了微宽，但是性能也基本上接近3060的水平。比上一代的3050 Ti 显卡整体性能提高了 33%。刺客信条奥德赛 1920x1080 最高特效。平均 FPS 70帧， 2.5K 分辨率53帧，和3060显卡的表现基本上差不多。其他例如古墓丽影：暗影、孤岛惊魂5、荒野大镖客2、幽灵行动：荒野、CSGO 整体游戏帧数互有胜负，可以说与3060显卡平起平坐。2.5K 分辨率我们也测试了，差不多也是这个结果。所以4050显卡是可以带得动 2.5K 屏幕的，至少不会遇到去年那种3050显卡搭配 2.5K 屏幕打游戏带不动的情况。赛博朋克光线追踪超级特效，分辨率 1920x1080， 游戏里的帧数约为70帧左右， CPU 的温度在62度、64度，性能和 2.9G、2.7G， GPU 25瓦左右，66度，2580的频率82瓦，100瓦也没有跑到。CPU 的功率比较的低，这台机器的现在的功率约为105瓦左右，流畅度是非常的好，就是功率有点跑不上来。永劫无间 1920x1080 FPS 无限日 GLSS 超级性能特效极高，游戏里的帧数约为180、190左右， CPU 的温度75度，基础频率 4.6G 52瓦， GPU 66度，2580的频率76瓦，显卡的温度非常的低，显存占用率只有 3.2G。绝地求生 1920x1080 分辨率特效全部都是超高，渲染比例调到100，有网友专门告诉我要调到100，不能调70，其实是默认的。落地的 FPS 约为110到140之间波动，处理器的温度不高，65度，性能和 3.3G 27瓦， GPU 70度，2580的频率90瓦，现在到了170的左右 FPS， 时间跑久一点 FPS 大约维持在110左右，整机的功率大约维持在120瓦左右，更改为3级制的特效，帧数大约为200帧、210帧、189帧， CPU 的温度依旧在80度左右，性能和 4.6G 60瓦， GPU 80瓦，70度的温度，2580的频率，整机功率约为140瓦左右。里面和4060的版本一样，也是5个热管，2个风扇，电池依旧是90瓦时。内存条的两边也都加了屏蔽层，三星4800。
硬盘有2个扩展口，主硬盘插在了这里，下面依旧是它的无线网卡，堆叠式的设计，两侧是扬声器。天远式的模具颜值不错，但是塑料材质的质感一般，整机功率最高为150瓦左右，明确的说够用。本身今年40系列显卡也不是很吃功率，让我惊喜的是4050显卡比3050 Ti 提升约为 33%， 提升非常明显，性能基本上等同于3060了。也就是说，入门级的显卡即便给了 2K 屏幕，也可以流畅运行市面上所有的大型游戏，所以没有必要非要去追求4060的游戏本了。对于我来说，4050就已经足够了。反观4060显卡仅比3060提升 17% 左右，相对而言提升幅度就比较的小，而且它也赶不上3070 Ti 的水平。那去年买了3070 Ti 游戏本的人都笑到了最后。总结一下优缺点：优点一，裸机2110克非常轻，可以与轻薄本相较高下。2 RGB 背光键盘同一价位一线品牌独有。3 性能释放足够且够用。缺点一，触控板4个角都可以按下去，让盲操作操作难度加大，因为我是正常按错。2 C 面稳固性一般，稍微用力有形变。3 USB 接口偏少，仅有2个。屏幕亮度300尼特属于够用的水平，能给400当然更好。下面是回血时间，原价7499元，会员价7199元，不建议被我使用过，有少许的使用痕迹，愿意帮忙回血的小伙伴，某宝搜索店铺瑞辰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拍下即可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